第211章葬礼。圣塞琳娜教堂的地底，查尼斯门外的看守室内，伦纳德·米切尔后靠住椅背，双腿抬起，搁在桌缘，眼神空空洞洞，没有焦距。即使经过了一式魔法的治疗，他的脸色依旧非常差，就像重病刚得到缓解但还没开始好转一样。此时此刻，圣堂派来的强者正在重新布置查尼斯门后的封印，因为圣塞琳娜骨灰的丢失，他们的意见出现了矛盾。有人希望用新的圣物来弥补缺少的力量，有人认为没必要这么麻烦，毕竟对整个黑夜女神教会来说，圣物都是非常稀少、非常珍贵的。他们提出的想法是降低停根市职业者小队的定位，把这里具备活着特性或封印存在困难的物品转移去总部宁静教堂或贝克兰德教区，只留下容易看管的部分。他们打算派发电报，请求教宗召开会议，由大主教和高级执事投票决定。对于这些争论，伦纳德完全没有一点感受，他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活着的尸体，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没有激动，没有兴奋，异常的麻木，甚至不愿意面对其他人，只希望孤独的待在角落里。他偶尔会闪过一些疑惑，那就是凶手为什么只拿走了克莱恩的非凡特性，而留下了队长邓恩·史密斯的。哒哒哒，脚步声回荡在走廊内，右臂包扎着白色绷带的西加特昂出现于看守室的门口。在邓恩等人围攻梅高欧斯，试图解救停根室的时候，他和查尼斯门的内部看守者也在对抗着部分封印物。如果不是代法者和机械之星成员还算及时的抵达，如果不是圣堂派来的援军终于赶到，他恐怕也会凄惨的失去生命。可就算是这样，那位老迈的内部看守者也没能坚持到最后，战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伦纳德，我发现队长办公室里有一封还没印码的电报，应该是之前圣堂发来的。兼职作家西加特昂开口说道。伦纳德碧绿的眼眸转动了一下，整个人终于活了过来。他隐约记起之前确实听到了新电报进入的声音，但当时战斗一触即发，他和克莱恩都没那个心思去关注。内容是什么？伦纳德发现自己的嗓音异常的干涩。白发黑瞳的女士西加特昂没有犹豫的回答道：小心因斯赞格威尔，小心封印物0到8分。因斯赞格威尔，叛逃的大主教，晋升失败的看门人。封印物0到8分，一支看起来很普通的羽毛笔。伦纳德先是茫然低语着自己能挖掘出来的记忆，旋即侧了侧耳朵，他忽地眯起眼睛，身上的颓唐和沮丧同时消失不见。原来是这样，伦纳德一下收回双腿站了起来，碧绿的眼眸内仿佛有火焰在燃烧。他看着西加特昂道：我打算申请加入红手套。红手套是职业者内部精英队伍的代称，一般而言，各支职业者小队都是驻守当地，各有辖区，不经允许不能到辖区外追捕罪犯，而某些邪恶的家伙却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就造成了很多不便。为此，黑夜女神教会专门在职业者内部成立了红手套，他们是严格挑选出来的精英，甚至掌握了部分圣物。他们的任务是增援发出信号的职业者小队，以及不受限制的追踪和抓捕被关注的邪恶者。在某些圈子内，他们被称为追击者和猎狗。红手套，可他们的最低要求是序列期，而且红手套面对的危险成倍于普通的职业者小队。西加特昂疑惑中带着关切的说道。伦纳德勾勒出一抹没有笑意的笑容，我差不多可以晋升了。他的眼眸转冷，咬牙切齿的无声自语道：我要报仇，因斯赞格威尔，你一定要活着等到我强大起来。好吧，西加似乎猜到了伦纳德的想法，叹息道：就算是职业者小队，这样的惨烈也很少见。伦纳德眼神一暗，咬了下牙道：处理好尸体了吧？西加微不可见点头。伦纳德猛然迈步走向门口，我去通知他们的家人，我去面对最不想面对的场景。我去。水仙花街2号，梅丽莎坐在单人沙发位置，反复研究着手里的3张门票，研究着上面的文字，研究着印制好的日期和座位号。班森坐在他的侧面，含笑看着专注的妹妹，身体姿态非常的放松。忽然，他们听到了门铃被拉响的声音，叮当叮当。梅丽莎望了一眼在厨房忙碌的女仆贝拉，随手拿着那3张门票，略显疑惑的起身，小步快跑的来到门边。她的黑发比以前润泽了许多，脸庞不再消瘦，多了好看的血色，褐眸更是晶亮有神。拧动把手，拉开房门，梅丽莎愣了一下，
因为他并不认识来访者。这是位墨发碧瞳的年轻男子，长相很是不错，但脸色异常苍白，眼睛里藏着浓浓的悲伤。请问你是？梅丽莎迷茫地问道。伦纳德专门在白衬衣外面披了件黑色正装，闻言沉哑地回答道：我是你哥哥克莱恩的同事。梅丽莎心头忽地咯噔了一下，本能的垫脚望向伦纳德的身后，但什么都没有发现。他嗓音莫名有些颤抖地问道：克莱恩呢？伦纳德闭了下眼睛，吸了口气道：很抱歉，你的哥哥克莱恩为了拯救一些人，死在了一位凶恶的罪犯手上。他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梅丽莎的眼睛一点点睁大，身体微不可见的摇晃了几下，手中那3张门票无力滑落于地。他们正面朝上有伯爵归来这出戏剧的名称。莫雷蒂家的客厅内，伦纳德几乎不敢去看对面的梅丽莎和班森，但他的脑海里总是不由自主的闪过对方的样子。那位充满青春气息的女孩睁着眼睛，不发一言，瞳孔没有焦距，安静的就像一个人偶。那与克莱恩有着几分相像的男子努力保持着正常的姿态，但他总是时不时的发愣，说话也会慢上半拍。事情就是这样，对此我很抱歉，没能及时阻止。黑金及安保公司、警察部门以及那些受到帮助的人都承诺给你们一笔抚恤金，大概有6000镑。伦纳德视线略显犹疑的说道。突然，班森打断了他的话语，嗓音沙哑的问道：他的尸体呢？我是问克莱恩的尸体呢？他抿住嘴唇，顿了一下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他？在公司内，现在就可以。伦纳德难掩悲伤的回答。好的。班森扯了扯僵硬的嘴角道：我先去下灌洗室。不等伦纳德回应，他快步进入了1楼的盥洗室内旁，的一声关上了木门，走到洗漱台前。班森拧开水龙头，让自来水哗啦啦垂落。他弯下腰，埋下头，双手捧住水，不断拍到脸上。拍着拍着，他的动作忽然停顿，好半天没有变化，整个盥洗室内只有流水哗啦的声音在回荡。足足过了几十秒，班森才抬起头，望向洗漱镜，只见对面的自己脸上尽是水滴，眼眶红的再也无法遮掩。几天之后，拉斐尔墓园一角，结束掉邓恩的葬礼，众人聚集到了一个新的墓碑前，上面有着克莱恩的黑白照片，书卷气很浓的照片。梅丽莎站在墓坑前方，眼神涣散，没有焦距。她旁边的伊丽莎白却是一直在抹泪。伦纳德、班森、弗莱和布莱特扛着棺材走了过来，将它放入了墓坑内。牧师的悼言和各自的祈祷之后，沙沙沙，泥土开始填埋，黑色的棺材一点点被遮掩。这个时候，梅丽莎半蹲下去，将哥哥身上搜出来的那个铜哨扔了进去。伦纳德侧头看着这一幕，心里很是酸楚，也很佩服这个女孩的坚强。知道噩耗之后，她一直不哭不闹，沉默的让人心疼。墓坑填平，石板盖上，伦纳德最后望了眼克莱恩的墓碑，他的墓志铭共有3行：最好的哥哥，最好的弟弟，最好的同事。哀伤的气氛里，黑金及安保公司的人们逐渐离去。塞琳娜和伊丽莎白也在家人的催促下告辞，现场只留有班森和梅丽莎。我去雇佣一辆出租马车过来。班森的状态非常差，像是许久未睡。好的。梅丽莎轻轻点头。目送哥哥的背影远去，她怔怔的回头望了眼墓碑，忽然她蹲了下去，将脸埋进了双臂内。沉默之中，不知过了多久，梅丽莎突的闷声骂了一句：笨蛋！她哭了出来，无声的流泪，不断的流泪，难以停止的流泪。夜晚的拉斐尔墓园，肤色古铜的阿兹克拿着束白花，立在克莱恩的墓坑前，久久没有说话，最后叹息着自语道：很抱歉，我迟到了10分钟，但我应该知道是谁了。他弯腰放下了那束花，转身离开了墓园，也离开了亭根，但没有取走那个铜哨。绯红的月光照在这里，有着难以言喻的安静与冷清。突然，封住墓坑的石板被翻动，一只略显苍白的手从泥土里伸了出来，哗！石板被推开，棺材盖被推开，克莱恩坐了起来，略显茫然地望向四周。他的记忆还定格在那双斩亮的皮靴和握住圣塞琳娜骨灰盒的手掌上，之后就像进入了无梦的熟睡。克莱恩本能低下头，解开衣扣，看向自己的左胸，只见那狰狞的伤口和缺失了一块的心脏正在蠕动愈合，就像他当初从镜子里看见自己太阳穴的腔洞在飞快复原一样。唯一不同的是，
这次更缓慢，更艰难。第212章复仇者。在鲁恩王国的北方，9月的风凉爽里染上了几分寒意，贯穿墓园之后，更是多了阴冷之感。克莱恩被吹得打了个激灵，豁然回过神来，苦笑自语道：“这穿越果然还藏着些秘密啊！不过看样子，顶多再来2次，我就没法复活了。也不知道如果被剁成肉酱，这平时并不出现的恢复能力还有用没用？”平复了几十秒，克莱恩系上纽扣，发现身上穿的是最新的那件衬衣和燕尾服正装，但此时他们都沾了不少泥土。班森、梅丽莎真是太不知道节约了。他下意识冒出这么一个念头，将手一撑，翻身站起，发现小丑的能力并未消失。最好的哥哥，最好的弟弟，最好的同事。克莱恩望向墓碑，默念着上面的铭文，心中忽然一酸，似乎体会到了梅丽莎和班森那种悲痛的心情。这可能比我目睹队长身亡还要难过。他叹了口气，收回视线，蹲了下来，将棺材板重新合拢。虽然思绪还有些涣散，但克莱恩知道自己必须尽快处理现场，不能被任何人发现。死而复生可不是正常人能玩的事情，如果让职业者、代法者或者机械之星知道，克莱恩相信自己不会有什么好结局。当然，若这是地球，他服食的又是律师或者诈骗师魔药的话，倒是可以忽悠成神之恩眷，救赎之人。但这个世界有着真神，会回应仪式的真神。再次填满好泥土，盖好石板，克莱恩拍了下双手，重新站了起来。此情此景，再没有任何特殊，他就像一个趁着夜深来吊唁朋友的绅士。唯一不对的地方是，墓碑上那张照片里的人和他的长相一模一样。刚才的过程里，他的灵感察觉到了阿兹克铜哨的存在，于是将它挖了出来，擦得干干净净。不过克莱恩没打算立刻召唤信使，他决定先弄清楚当前的状况。抬起左手，克莱恩看见了腕部依旧缠绕的那条黄水晶吊坠，这算是陪葬品了吧？他自嘲一笑，解下灵摆，抬头望向四周，表情逐渐沉凝。队长应该也葬在这个墓园吧？他连续换了2个方向，终于用灵摆确定了邓恩坟墓的位置。借着月光边走边找，10几分钟后，克莱恩看见了队长的黑白照片，神情温和，发际线较高，眼眸的灰色隐约能体现，和平常没有多少区别。照片之下是邓恩的名讳、出生日期、死亡日期以及墓志铭，真正的守护者，最值得信赖的同伴。永远的队长克莱恩怔怔看着，视线不知为什么又模糊了起来，依稀又回到那天，看见队长侧过头来，对自己挤了下左眼，嗓音醇厚，语气轻松的说道：“我们拯救了廷根队长。”克莱恩无声呼喊了一句，他仿佛一尊雕像般立在那里好几分钟，忽地笑笑道：“队长，那天你的精神状态肯定不是太好，都说出老尼尔要不是失控，你就能将他带入梦境的话语。他是窥密人，你是梦魇，你根本没法服食他遗留的非凡特性。你当时都没问过我有什么强力的攻击手段，是信任我，还是忘记了这回事情？不过你肯定也猜到了一些，我只拿了一件封印物，说是给伦纳德用。你拿脚趾头想都应该能够想到，我有额外的强力的攻击手段。”絮絮叨叨到这里，克莱恩顿了一下，摇头叹息道：“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算什么，或许只是一个从地狱爬出来想要复仇的恶灵吧。”说着说着，他突然说不下去了，眼泪一滴滴划过脸庞，终于他哽咽着低喊出声：“队长，我们也很舍不得你啊。”感受到满是阴冷和寒意的风吹过，克莱恩抬手抹了下眼睛，拧了把鼻子，恢复漠然。他就近找了个隐蔽的地方，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他要借助占卜的手段，弄清楚那天杀掉自己的人，弄清楚幕后推动着这一系列事情的真正凶手。既然已经出现于我的面前，那我肯定可以占卜出一定的信息。克莱恩紧抿着嘴唇，看见巍峨雄伟的宫殿和古老斑驳的长桌没有半点变化。他坐到属于愚者的位置，在面前具现出黄褐色羊皮纸和原副钢笔。由于外面的身体处于保护很少的状态，克莱恩没有耽搁，略一思索就写下了占卜语句：杀掉我的人，他默念7遍，往后靠住椅背，借助冥想进入了梦境。一片灰蒙蒙的世界里，无数光点在飞舞，在聚集，最终汇成了一幅画面。一双斩亮的皮靴，一只略显苍白的手，被前者握住的圣塞琳娜的骨灰盒，
视线逐渐上移，克莱恩看见了一位留着暗金短发的中年男子，他穿着黑色双排扣长礼服，明显瞎了一只眼睛，眼眸深蓝近黑，五官轮廓如同雕刻，没有丝毫的皱纹。画面破碎，克莱恩从梦境里醒来，微皱起眉头，觉得杀掉自己的凶手很眼熟。作为占卜家，他很快就确认了自己为什么感觉眼熟，因为他看过对方在通缉令上的照片和相关的容貌描述。这个凶手是因斯·赞格威尔，带着封印物0-8叛逃的前黑夜女神教会大主教，晋升失败的看门人。是他！克莱恩脑海内忽然闪过了无数画面，最终定格在了对方捡起圣塞琳娜骨灰盒的那一幕。哒哒哒，他伸手轻敲着青铜长桌边缘，觉得自己想明白了不少事情。队长说过，正常死亡的非凡者同样会遗留非凡特性，他们聚集在一起，略等于没有辅助材料的魔药，也就是说，只要知道对应的辅助材料，就能通过遗物获得晋升。当然，不能越阶腐蚀，那很容易就失控或发疯。晋升高序列强者需要特殊的仪式配合，这是无暗者残缺配方里提到的事情。后续的提升或许同样也需要仪式。因斯·赞格威尔是死神途径的序列5看门人，他想成为高序列强者，成为半神。基于序列互换的实际情况，他有3个选择：一是本身死神途径的序列4，二是不眠者途径的序列4，三是战神途径的序列4。猎魔者圣塞琳娜是圣者，不是序列4就是序列3，他的骨灰对应这2个序列的魔药之一。因斯·赞格威尔作为前任大主教，肯定很清楚具体是哪个，也肯定很清楚辅助材料是什么。他谋划这些事情，真实的目的是拿到圣塞琳娜的骨灰，借此晋升不眠者途径的序列4。死神后裔的头盖骨，也许就是特殊仪式需要的材料，毕竟原本是死神途径。这么看来，他针对的目标更多是队长，而不是我。果然是幕后黑手啊！想明白了这件事情，克莱恩写好对应的占卜语句，拿上灵摆，让黄水晶吊坠垂于纸张表面，近乎接触。默念之后，他睁开双眼，看见黄水晶吊坠在做顺时针旋转，这说明前置信息足够，占卜成功。这说明因斯·赞格威尔确实是为了圣塞琳娜的骨灰，为了晋升序列4，才谋划了一系列的事情。克莱恩再次轻敲桌缘，思考另外的问题。赞格威尔只是序列5的看门人，仅靠他自己不可能制造出那么多巧合，让梅高欧斯都根据安排在正确的时间拜访职业者小队，所以是那个封印物0到8分的能力。它的外形是一支普通的羽毛笔，它的作用是写下的事情注定会实现。不，应该没那么简单，否则因斯·赞格威尔只需要写下圣塞琳娜的骨灰长出翅膀，自己飞到了因斯·赞格威尔的手中，就可以在家坐等了。这必然有着一定的限制，0到8分多半没有直接的攻击能力，否则因斯·赞格威尔早就强闯廷根士查尼斯门了。这个位于所有封印物最顶端那一层的物品，可以让人不知不觉按照他的描述展开行为，这就是那一次次巧合的原因。如果确实是这样，0到8分还真是可怕啊！连怀着邪神子嗣的梅高欧斯都遵循了他的安排，难怪0分级封印物非常危险，有最高重视度、最高保密等级，不可打听，不可外传，不可描述，不可窥探。克莱恩停下轻敲桌缘的动作，为刚才的猜测做了个占卜，可惜的是信息不全，未能成功。见时间已过去了好几分钟，他打算尽快返回现实世界，于是不再发散思绪，写下了倒数第2条占卜语句。因斯·赞格威尔目前所在的城市由于封印物008的存在，由于因斯·赞格威尔应该已成为半神，克莱恩没法直接占卜对方的具体位置，只能放大范围做模糊的询问。当然，如果没有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排除干扰，就算模糊的询问，他也肯定会占卜失败，得不到答案。靠住高背椅，克莱恩默念了7遍占卜语句，再一次进入梦境，进入那灰蒙蒙的世界。灰蒙蒙的世界忽然裂开，出现了一条奔腾的、宽敞的、略显浑浊的大河。大河之上有一座恢宏的桥梁，两岸有一个接一个的码头，货物繁忙，工人众多。大河的东北岸有鳞次栉比的房屋，大部分都具备着鲁恩王国当前建筑的特色，多边形4坡屋顶，凸肚窗，临街没有外廊。除此之后，
还有不少哥特式建筑。这里的街道人来人往，马车一辆接一辆，时而能看见奇怪的机械。越往东靠，烟囱越多，浓烟越多；越往西走，地势越高，一座座或灰蓝或米白或浅黄的房屋盘绕往上，簇拥着华丽的宫廷，簇拥着一个高高耸立的哥特式钟楼。当钟声回荡，克莱恩苏醒了过来，知道刚才看见的是哪座城市了。希望之地，万都之都，贝克兰德。第213章，再看一眼。因斯·赞格威尔去了贝克兰德，也不知道他会在那里待多久。每隔一段时间可以确认一次。克莱恩若有所思的前倾身体，擦掉羊皮纸表面的内容，写下新的占卜语句。兰尔乌斯目前的位置，在他看来，造成队长等人死亡，让自身险些永久沉眠的罪魁祸首，毫无疑问是因斯·赞格威尔。但兰尔乌斯这个疯子也是难以推卸责任的帮凶，必须为此付出血的代价。默念了7遍，克莱恩又一次进入梦境，但灰蒙蒙世界裂开后呈现的画面却与他刚才看到的一模一样。宽阔的、略显浑浊的河流，一个接一个的码头，鳞次栉比的房屋，以鲁恩潮流为主，间杂哥特风格的各种建筑，拥挤的街道，繁华的景象，不断喷薄雾气的一根根烟囱，华丽到极点的宫殿群，高高耸立的标志性的哥特式钟楼。兰尔乌斯同样在希望之地，万都之都贝克兰德。克莱恩睁开眼睛，略显疑惑，因为他想占卜的是兰尔乌斯的具体位置，可结果还是只有一个非常大的模糊的范围。这说明兰尔乌斯的序列比我预想的高很多。不对，也可能是他在帮助真实造物主降下子嗣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比如一点神性，比如类似于梅高欧斯肚子里婴儿残留的那根脐带般的物品，后者多半也被因斯·赞格威尔拿走了。克莱恩思绪急转，低声自语，进行着初步的猜测。确认完2位仇人的模糊位置，他又考虑起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他目前还没有复仇的实力。就算兰尔乌斯只有序列7，甚至序列8，获得了巨大好处的他也不是容易对付的。而且他明显以狡诈见长，坑死比本身厉害的强者属于正常操作。因斯·赞格威尔就更加恐怖了，自己是序列4的半神，并拥有恐怖的灵级封印物。我的穿越虽然还藏着些秘密，但明显还无法转化为战斗力，也许很长时间内都看不到可能。只有继续提高本身序列，搜集强力神奇物品2个办法，两手抓，2手都要硬。想法翻腾间，克莱恩决定增加一次占卜。斟酌了一下语言，他郑重提笔写道：我便强大的希望轻轻放下那根锯线出来的圆副钢笔。克莱恩后靠住椅背，闭上了眼睛，一边默念，他一边借助冥想进入了沉眠。灰蒙蒙的世界里，他再次看见了刚才目睹的景象，看见了河流、码头、烟囱、人潮、宫殿群、各种机械和哥特式钟楼，看见了鲁恩王国的首都贝克兰德。紧接着画面变化，他看到了一座穿入白云的巍峨山峰，看到了一个宏伟的古老的宫殿，看到了最上手那张石头雕刻成的镶嵌着暗淡宝石和黄金的巨大座椅，看到了由无数神秘符号构成的诡异树丛。无声无息间，场景破碎了。克莱恩慢慢坐直，伸手轻敲起青铜长桌的边缘。贝克兰德有我变强的希望。第2个场景是指霍纳奇斯山脉主峰，指安提戈努斯家族遗留的宝藏，那个由无数神秘符号构成的。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污染厄运布偶后传递给我的诡异树丛是开启一切的关键。一个个想法闪过，克莱恩决定还是先不急着去霍纳奇斯山脉，这里面隐藏的危险高到序列4的半神都未必能够承受得住，所以还是去贝克兰德吧。克莱恩叹息一声，做出了决定，以灵性包裹住自身，模拟出坠落的感觉，离开了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的空间，回到现实世界。他缓步走出隐藏处，回到邓恩·史密斯的坟前，深深看了眼墓碑上的照片和铭文。克莱恩缓慢地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然后转身走向了墓园之外。作为前职业者，时不时要巡视拉斐尔墓园的前职业者，他对守墓人的行动规律和周围的环境很是熟悉，没有造成任何惊扰的就轻松脱离了那片寂静冷清的地狱，沿着夯土铺成的道路，借助树木阴影的遮掩，一直往廷根市区走去。夜晚是如此的安宁，红月是如此的梦幻。克莱恩孤独一人前行，
思绪就像脱缰的马匹一样，漫无边际的发散了开来，时而考虑着复仇计划，时而回想起队长不靠谱的记忆，回想起老尼尔诙谐幽默之下隐藏的悲情。不知不觉，克莱恩就像一个游魂般走入了最近的街道，拐过了一个个岔路。等他彻底摆脱那种状态，完全把握住自身注意时，已是2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他发现自己正站在水仙花街，对面是自己和哥哥、妹妹共同的家。本能的，克莱恩回到了这里，略显欣喜的往前迈出一步，他忽然又停顿了下来，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容，自嘲低语道：“我这要是过去敲门，梅丽莎恐怕会当场晕过去吧？班森应该会紧张的开始掉头发，然后竭力平静的说服我，以卷毛狒狒的名义。”摇了下头，克莱恩深深望了那扇熟悉的大门一眼，往着铁十字街方向行去。这样也好，这样也好，我将来要做的事情就不会牵扯到他们了。职业者小队和警察部门给的抚恤金肯定足以让他们过上稳定的中产生活。即使梅丽莎没找到工作，班森也失业。蓦然又走了一阵，克莱恩开始感觉到自身的疲惫。但作为一名死者，他除了穿着的衣物和随身的黄水晶吊坠、阿兹克铜哨，再没有别的物品，包括金棒，包括苏勒，包括便是。是不是该吹响铜哨，寄信给阿兹克先生，让他快点来救济我？克莱恩苦中作乐的笑了一声，算了，暂时不要联络他，也许因斯赞格威尔还在暗中观察他，等到时机恰当再找他。作为活了一世又一世，活了上千年的老怪物，他应该能够理解死而复生这种事情吧。今晚不算太冷，随便找个地方凑合着睡一下，明早就去贝克兰德银行停根分行取出我不记名户头里的钱，因为最近的事情太多，他一直还没来得及做献祭的后续实验。不记名账户内的300金镑依旧完好无损，这足以支撑我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开销了。明天再买份报纸，确认一下是周几了。正义小姐他们没有新的祈求生进来，说明我还没错过聚会。克莱恩一边想着，一边找了个避风的角落，坐了下来，脱掉外套盖在身上，背靠墙壁的入睡。睡了没多久，他忽然被人推醒，看见了一位拿着短棍的警察，肩章只有一个 V， 最底层的警员。克莱恩瞄了一眼，确定了对方的身份。那位警员恶狠狠地说道：“不能在这里睡觉，街道和公园不是给你们这些懒惰的、不想做事的流浪汉睡觉的地方，这是祭品法的规定。”是吗？克莱恩愣了一下，因为身份敏感，没和对方争执。他拿上外套，再次行走于街上，走到了天亮。很快，他低着脑袋进入开户的贝克兰德停根分行，用预设的密码取出了200磅现金，剩下的1/3存款他留在了账户内，防备意外。书写作为密码的那个古赫密斯语咒文时，克莱恩毫无疑问听到了祈求声。接下来他总共花费38磅买了2套正装、2件衬衣、2条长裤、2双皮靴、2个领结、4双袜子，以及为冬天准备的2套双排扣呢制大衣、2件纯色毛衣、2条厚裤子，另外还有1根手杖、1个钱夹、1个皮质的手提行李箱。做完这一切，克莱恩找了家旅馆洗澡换衣，然后为了避开可能遇到的熟人，直接乘坐出租马车来到廷根市的蒸汽列车站，并在途中买了份报纸，确认今天是周日。从廷根市到贝克兰德，乘坐蒸汽列车只需要4个小时左右，豪华1等座是3/4磅，也就是15苏勒，2等座是10苏勒，半磅。非常拥挤，条件非常差的3等座则相当便宜，只需要5苏勒。克莱恩想了想，买了下午2点的那班2等座。拿着车票，提着行李箱，克莱恩在候车厅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此时才上午9点出头。他非常庆幸鲁恩王国还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用3个月的自来水、煤气和房租账单就可以证明身份，而购买蒸汽列车票更是简单，给钱就行。坐在候车大厅，想到下午就要离开廷根市，前往首都贝克兰德，克莱恩的心里忽然有些空空荡荡。他想起了那个活出母亲感觉的妹妹，想起了喜欢讲嘲讽式冷笑话的哥哥，想起了3个人吃得很撑，瘫在位置上，谁都不想动弹的场景。一幕一幕，克莱恩突地笑了一声，笑得有些难受，因为他想起了梅丽莎那个被称为人偶的乌龟，想起了班森那可怜的发际线。他忽然有了强烈的冲动，想再看哥哥和妹妹一眼。直到这个时候，
克莱恩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挑选更早的列车，买了下午2点那班。他提上皮质的行李箱，快步离开候车大厅，乘坐出租马车返回了水仙花街。然后他躲在对面房屋的阴影里，望着自家的大门，几次想要过去，都无法逾越那宽阔的街道。克莱恩怔怔望着对面，一下觉得自己无家可归。最初穿越时，他也有着类似的感觉。突然之间，他看见房门打开，看见梅丽莎和班森走了出来。他们一个穿着黑色裙子，戴着黑色纱帽，一个黑衬衣、黑马甲、黑裤子、黑外套、黑礼帽，表情同样的木然，情绪都很低沉。梅丽莎瘦了，班森怎么这样憔悴？克莱恩心头一酸，张开嘴巴，却再也喊不出那2个名字。他不自觉跟着班森和梅丽莎走向了最近的那个市政广场，看见那里又布置起一个个帐篷，看见新的马戏团在表演。班森掏钱买了门票，带着梅丽莎进入里面，强行挤出一点笑容道：这家马戏团很出名。梅丽莎没什么表情地点了下头，忽然她脚下一滑，踝部微歪，即将跌倒。跟着买票进入的克莱恩张了下嘴，想要扶住妹妹，却只能缩回下意识间伸出的手，无能为力的站在不远处，站在来往的人潮里。班森吓了一跳，已来不及帮忙，但梅丽莎自己迅速站稳，抿了下嘴，什么也没说。这个时候，小丑们涌了过来，有的表演踩马车轮子不倒，有的匍匐于巨大的皮球上，有的往天空扔出一个个网球，又以滑稽的动作一一接住。梅丽莎看着这些表演，神情沉静的就像对方并不存在。班森努力了几次，并大声喝彩，可都没能调动起妹妹的情绪，自己也慢慢低沉。克莱恩紧抿嘴唇，远远望着这一幕，想要靠近却又不敢。忽然他摸了下衣兜里的钱夹，有了一个想法。班森和梅丽莎继续前行，沉默的观看着各种表演。过了一阵，他们看到一个涂着红黄白等各色油彩的小丑跑了过来，先是往天上扔出一个个网球，接着在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半空时，不知从哪里变出了一束花，一束塞维亚菊。这束花凑到了梅丽莎和班森眼前，颜色金黄，象征着快乐。梅丽莎和班森略显茫然的望向对面的小丑，只见他满是红黄白等各色油彩的脸上，嘴角高高翘起，固定着一个快乐的笑容，浮夸的笑容，滑稽的笑容。第1章完。